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想多了是问题，想通了是答案。上周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想法不是开始，行动才是。那这两个主题呢，有一点类似的都是在提醒我们呢，千万不要想到一本机做不一汤匙的想跟讲不是不重要啦，行动之前要慎思跟慎始这是天经地义的准则。那既然要谨慎的开始呢，那就要先想清楚了才去做，才不会有勇无谋变成匹夫之勇也才不会因没有远虑而造成近忧同理，先把做法说清楚了，那才去行动这样大家才会有共知跟共识，也才能共行脚步跟方向也才会一致。因此，我们不能说想跟讲不重要，然而想太多或讲太多想过头或讲过头这样就不好凡事过犹不及要恰到好处想多了是问题，想通了是答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仔细思考一个问题或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层面，那这个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情势跟实际情况也有助于澄清问题使我们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跟解决的方法。所以这句话并没有否定思考的必要而是强调最终还是要从各种迷失或思考中呢跳脱出来而能跳脱出来的关键因素是付诸行动。所以不管是想法不是开始，行动才是，或想是问题，做是答案，或是输在犹豫，赢在行动这些论调都是在强调知行合一的精神理念。而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王阳明先生我们经常提起王阳明先生他不仅是哲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连诗词歌赋他也是样样精通是一位很传奇的古圣先贤我们提了很多次王阳明先生因为他的思想跟佛法的菩萨道有诸多的契合之处很值得我们学习王阳明用35天的时间呢，平定了某一个孽臣策划了30年的叛乱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钻研哲学精研书画，并且在从事教育子弟的同时还能够有条不紊的带兵打仗治理国政实在是文武双全那我们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只要想做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这其中一定有他很特殊的人格特质而这个人格特质跟他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行动或者行为呢，就是代表他想法的体现那王阳明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知行合一的思想跟智慧。只要掌握了知行合一的方法，我们同样能够在庞杂的工作中呢，跟学习中呢做到事烦心闲，忙而不乱也能够在人群中呢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那菩萨道法门就是需要这样子的理论基础有一句俗话是这样流传的中国5000年圣人2个半这2个圣人的指的就是孔子跟王阳明但是比起孔子呢，王阳明的一生更是曲折离奇颠沛流离更具传奇的色彩。王阳明从一介凡夫迈入圣人的行列的关键一刻呢，就是他从一个小官因为被人家陷害而被关在贵州的龙场这个地方那处在这个困境跟困顿中的王阳明呢，他带着心中的痛苦结合自己历年来的种种不顺遭遇
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怪东怪西的，反而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处在不顺利的时候，他没有怪别人，反而是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终于某一天的半夜里呢，茅塞顿开啊，豁然开朗而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呢，他体悟到一个道理啊：圣人之道，无信自足，象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文言文比较深了哈。那历史上呢，把这一句开悟呢称为什么？龙场悟道啊。那我们用白话文解释，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哦。就是说，一个人越是处在艰难的艰困的时刻呢，越是不能放弃自己啊。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修心的绝佳时机呀。只要能挺过去，就能修炼出更强大的心地功夫啊。那往后呢，就会一帆风顺。否则的话，一辈子难有成就了。那王阳明认为独善其身没有什么不好啊，这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啦。要先照顾好自己啊，保护好自己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啊，也不要给社会添乱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那即使把独善其身做好还不够，还要同时能够兼善天下啦。这就好像我们佛法讲的自度还不够，还要度他啊，意思的哦。能兼善天下是心怀天下苍生的表现啊。虽然处庙堂啊，虽处庙堂之远，但还是关心黎民百姓。那证严上人就是这样子的胸襟啊。身在台湾，心系全球啊；身在金色，心系苦难众生啊。所以独善其身，兼善天下啊，跟自度度人的道理啊，自觉觉他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不能选边站，因为它是二合一啊。那龙场悟道这一大事件呢，标志着千古心学的正式产生呢。啊，这是王阳明先生在面对人生种种的困境跟磨难之际呢，他努力实践知行合一的思想，因此而开悟啊。那我们如果能像证严上人所讲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印证王阳明所讲的不知而行，可以自知。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答案就在行动之中啊。这就是从实践中去体悟道理啦。那王阳明如果没有被关在龙场的这个不幸遭遇，那怎么会有龙场悟道的真上缘呢？所以佛法才说逆境是真上缘嘛。所以我们对这句话要有信心啊，不但要积极实践，还要感恩逆境呢。那王阳明被关在龙场的时候呢，如果天天唉声叹气、哀天怨地的，那就没有龙场悟道这一大师因缘啦。王阳明认为万物的道理都在自己心中啊，不需要透过探究外面的事物啊，这个跟佛法思想是一样哦。佛法也是讲万法唯心造嘛，也是讲心外无法也无道啊，心外无佛也无魔啊。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道理就是一个字，叫做心。很多古代的学者或者现代学者也是一样啊，都是在外物上呢探究道理，而王阳明是转向从自己内心去追求啊。他认为呢，外求是行不通的，也因此呢，王阳明是公认心学的集大成者啊。其实这就是超凡入圣跟圣俗合一的圣人境界，王阳明做到了。那很多高僧大德也是这样的境界。好，我们来讲解今天的主题，第一句哈，想多了是问题啊。那这一句大家应该都很容易理解嘛，因为事情是越想越复杂了啊，那困难的事情是越想越困难嘛。对，那其实事情跟环境本来都是很单纯的，是人心不单纯啦，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啊。事情跟环境它不会自己变来变去，是我们这颗凡夫心在变来变去，是自己的心在
生住意灭，生生灭灭嘛，造成我们心不宽念不纯啊，而把事情想得很复杂，这个叫做庸人自扰了，自寻烦恼了，所以才说想多了是问题嘛，这个很容易理解的。第二句想通了是答案了，或者想开了是答案也可以啊。那这句话就内有乾坤哦，它的道理是藏在细节里啊。想通跟想开都是一样，关键在哪里呢？怎么才能够想得通呢？怎么才会想不通呢？如果要一想就通，就是要所想的道理先能一理通，因为一个道理通就能万理彻。那真理跟道理太多学不完就像三藏12部经一样啊，要把每一部经都精通，难度很高啦。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证严上人曾经开始说光是一部《法华经》随便拿其中一个字来解释呢，就讲不完的啦。何况是整部经更何况是三藏12部经所以学佛的要领是一心一志，一门深入，从一部经的道理去切入即可，从一个道理去学习即可这叫做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意思就是法是相通的啦，道也是相通的啦，佛也是相通的啦。因此研究哪一部经都可以，要读哪一部经都可以，看你跟哪一部经有缘那就从这部经去深入，最后也是会殊途同归就是从不同的方便门进来最后都会看到一样的真实相真理的那每一部经都要讲方便法，但是要开方便门，最后呢，就是为了要示现真实相那真实相就是无二路的目标嘛，唯一的一条路嘛有一句老话说不怕慢，只怕站所以不要站着不动而原地踏步，也不要想得太多，对的事情做就对了。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想太多，想太多做太少了想多了都是问题嘛。那做就对了，就是破解之道因为有在做才能找到答案，没有做就找不到答案。尤其问题是来自人群就要回归到人群问题是来自人群，那解决问题也是要回归到人群中投入人群中才能找到我们心中想要的答案这个观念很重要其实呢，有在做不只能找到答案还可以自我祝福自己没做，只想靠别人的嘴巴来祝福我们，别人再怎么祝福呢，我们也得不到了。所以不来做，就代表你还想不通，想不通或想不开，当然找不到人生的答案嘛，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之所以会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思考，而是犹豫不决啦，或想得太多而迟迟没有化为行动我们常常都会说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这是没有错的啦。但是要注意一点太长的思考过程中，我们做事的勇气跟冲劲呢，很可能会一点一点被消磨掉。不是讲一鼓作气吗？再而衰，三而竭嘛，就是这个意思嘛。这是因为人都有惰性过度的思考会带来拖延嘛，而三思或多思又是自己拖延下去的借口。于是呢，事情就一拖再拖等到拖不下去的时候，才仓促行动。如果是碰到重要的事情被你这样一拖会远水救不了近火甚至小事变大事，
更严重的是小病变大病了。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生活中的经验了。35年前呢，我去马来西亚考察投资环境的时候呢，连续去了2次哦。第3次我就当机立断了，几个需要考察的重点抓住了，就下定决心了，8、9不离10就下定了。如果连各种芝麻小事都要去思考的话呢，那可能会因小失大而错失良机呀。刚刚讲的思考的时间拖长了嘛，也会贻误容机而失去先机哦。所以成功也是要有勇有谋，要慎谋能断呐。该想的重点想好了，就要当机立断了。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在行动中才会呈现出来的。你不去行动，你就发现不到那个问题；你去行动，就会找出那个问题，才会找出那个答案出来。所以行动前的深思跟慎思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是三思或多思，那这个就要看情形了，好坏就很难说了哦。话不能说死啊，有时候要三思，有时候一思，有时候不必多思，一思就下定决心了。所以正言上人提醒大家说，做好事想太多就会走不下去。有时候呢，还没有做之前就想得太多，会跟事实严重脱节哦。也就是事情还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那么困难啦。碰到困难时，大多数的人会想得太多而裹足不前嘛。所以近思语才会激励我们说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嘛。意思是说，只要我们能勇敢踏出第一步，胆量跟胆识就会被我们激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自然就会体会，困难不是事情真的很难呐，它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啦，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呐。但是关键是你必须先踏出第一步啊。所以思虑过多有时会碍事，但思虑不够有时候也是会败事。这个要回到我们经常讲的过犹不及嘛，这中庸之道就这个意思嘛。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人群是道理的中心啊。所以学习也好，学佛也好入人群去做人间事是有必要的知道了知行合一的道理很重要。然而要去行动的时候，还要知道一个道理哦，就是要能够搭配循序渐进，那才有可能成功啊。所以知行合一跟循序渐进两个要搭配。虽然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啦，但是要做事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哦。就好像那个种子刚萌芽，你只能够用少量的水去浇灌呢，不能浇太多呢。然后等那个树芽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再多浇一点水。那要浇多少水都要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呢。意思就是说，小根基的人就好像小树啦，吸收的法水少；那大根基的人呢，就好像大树一样他吸收的法水就多那多少或轻重都要看每一个人的条件去调整不是死板板的这个道理叫做随其所看而为说法啦，看它是什么根基啦那根刚萌芽的这个嫩芽，如果用1桶水去浇灌那它的根会烂掉甚至刚种下去的小树芽，你不能施肥的，它受不了要根茎稳定的才能够施肥喜欢园艺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等到这个树长大了，那就要施肥，还要灌溉那灌溉的水不够也不行树会枯萎掉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法讲因缘重次第这个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重次第就是刚刚讲循序渐进的意思啦。那讲因缘就是有因缘才做得了事因缘不成熟，即使你要知行合一，也是成不了事
就好像说姻缘不成熟的时候，即使你有发心立愿啦，或者你要当不请之事啦，也是没办法做事情啦。所以随顺因缘跟循序渐进也是很重要的行事理念。道德经也好啦，儒家思想也好啦，跟佛法也好，都是道道相通。这样的道理对王阳明先生后来开创心学是非常重要的。是所谓吃的梨子才知是酸是甜，穿上鞋子才知道哪里会夹脚。只有先行动起来，才能发现哪里有问题，有哪些问题，也才能找出方法跟对症下药嘛。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所讲的“做中学，学中做”，做中觉，觉中悟的道理啦。做跟学同等重要，教学相长嘛，或者并驾齐驱啊，缺一不可，双轨并行。因此，做跟学、知跟行、想法跟做法等等，甚至慈悲跟智慧啦、理性跟感性啦、原则跟圆融啦，也都是要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啦。考虑1000次不如做1次，犹豫10000次不如亲自实践第1次。去做还有成功的机会啦，不做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啦。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啦。不过要注意做就对了这句话是指对的事情或有意义的事情，如法的事情，这个才是做就对了。如果是不对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是不如法的事情，那就不能说做就对了所以做就对了，前面要加一句对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附带条件先决条件否则很可能做就错了。知名的运动品牌 Nike 大家都知道嘛它的广告词英文叫做 Just Do It， 做就对了。这句广告词如果把它改为 Just Do the Right Thing， 这样意境就更上一层楼了。因为如果年轻人把 Just Do It 延伸解读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去做那这样就麻烦了或者年轻人把它解读为只要我喜欢做就对了这样就很要命了因为你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事情是吗？所以证严上人讲的做就对了，这个是当作前提对的事情才能做就对有些人虽然有他们的梦想跟目标但却只停留在想法连第一步都还没有迈开，因为他们害怕失败，所以造成会瞻前顾后，顾虑太多了，不知道该如何行动造成了站在原点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呢，他的梦想依旧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那不做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做了就会渐渐明白哪里该调整，然后逐渐累积经验，经验多了就会越来越有自信，也会越来越清楚下一步该怎么走。即使发现方向走错了，人生因此换了一条道路，那这段摸索的过程呢，也很值得因为这也是迈向成功必须具备的经验跟考验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年轻人互动都会提醒他们多听别人失败的经验你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你就离成功的路呢越来越近了。证严上人也是这样当初在盖慈济院的时候，上人去请教一些专家，都问他们失败在哪里，不是问成功在哪里一样的道理听听别人失败的经验呢，我们就成功了啦所以要顺利成功或幸福快乐，心态上也是要能够正确
道理也是要能够清楚啊。因为幸福快乐不是你拥有多少，或拥有什么，而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这就是心念跟心态啊。那一般人活得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啊，或不满意现况啊，但是却又不努力以行动去改变这一切，好像懒惰虫一样啊，没有突破跟超越的决心呢，不能把改变的心念呢跟想法呢化为行动啊。前几次的读书会我们有分享过，懒惰的意思不是说不努力而已哦，把它广义解释，不敢勇于付诸行动，不敢勇于接受考验，不敢勇于改变观念，不敢勇于突破现况，这些都是懒惰跟懈怠的现象啦，也是后遗症啦。被人家叫懒猪啊，比懒惰虫更难听啊。懒人跟懒猪有很大的不同啊。懒猪是懒得心安理得，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吃饱就睡，睡饱就吃啊。但是人不能这样啊，人要努力精进啊，甚至不是为生活而工作，而是为工作而生活。为生活而工作是代表为了生存而必须工作啊，这是一种无奈啊。相反的呢，为工作而生活呢，那是有一份理想跟抱负啊，是有意义的目标啊，这是积极进取的幸福人生啊，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够学懒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啊，这也算是不简单的功夫哦。一般人如果太懒惰不精进，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啊，能够懒得心安理得，这应该也不是普通人呐。生命有时候呢是坚强的，他可以坚强到在死神面前呢毫无畏惧啊。但生命有时候也是非常脆弱的，脆弱到一瞬间就消失掉。所以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就好像命运也是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看你用什么价值观去面对。坚强也好，脆弱也好，就端看我们心中的安全之中是否经常想起啊，端看我们是否遵守因缘果报的自然法则，了解它，也认识它，也接受它。端看我们是否能够掌握宝贵的生命之花，让短暂的生命呢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啊！跟各位分享一段历史啊。1970年代菲律宾南部动乱嘛，大批无国籍人士逃到了马来西亚的东马的沙巴避难，变成难民了。那这个东马的沙巴州呢，有300万人口啊，光是这些无国籍的难民就占了100万了。这群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第3代或第4代了哦。他们不是住在船上，就是住在海边，以海为家。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啊，所以不能合法就业啊，只能靠打零工啊、出工啊，甚至黑工啊，从事那些非法的行业了，让当地的政府呢束手无策，非常头痛。那16年前呢，慈济在沙巴的这个斗湖联络处呢，就已经对这些难民呢发放生活物资了。这几年呢，慈济志工深入到一个海边无国籍的难民村啊，打听下来才知道说这是一个黑区啊，里面的难民都是从事非法的行业，因为他们不能去外面工作啊，所以只好从事这些非法的行业，赌博啦、走私啦、黑帮啦等等啊，而且还有带刀跟带枪的没有外人敢进入这个区域里面的，连当地的警察都不想进这个区域啊。那当地的慈济志工知道有这样一个暗角，就想前往帮助啊，但因为这个地区的治安不好啊，所以呢，大家犹豫不决，心生畏惧，心里想了又想，时间拖了又拖，最后他们请教雪龙分会在他们负责人跟几位核心干部带领之下呢，飞到这个东马去，带他们呢
到现场去啊，到当地去了解嘛，之后才知道说，哇，这是一个自然很不好的一个区域啊，要帮助他们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啊。那这些都只是讯息收集过后有限度的了解而已啊，想帮，但是都在想而已，一直没有踏出第一步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位发起众啊，就像2000多年前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代表大众锲而不舍请求佛陀开讲《法华经》一样啊。那必须有这样的人物呢，来做开路先锋啊，否则呢，佛陀开讲《法华经》的历史一大世因缘就没有了啊。那雪龙分会这些团队呢，想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就要以行动走进这个黑区里面，才能知道这个黑区到底有多黑，是黑到什么程度，也才能想办法如何让这个黑区变亮区啊。结果他们一过去以后呢，第一批人进去了，接着第二批、第三批，大家看到前面有人走进去了，好像也没什么嘛，跟着进去了嘛。那这个过程中呢，谱出了一连串感人肺腑、动人心弦、赚人眼泪的故事啊，比电影还要精彩啊！这就是想多是问题，想通、想开了就是答案，跟想只是问题，做才是答案，这个是最好的印证啊！那今晚我们就点到为止哦。下周连续2周呢，我们的读书会呢就要连播这2集啊，很用心拍摄的黑区变亮区的真实故事，真人真事，合情合理，它就是真理啊！请大家敬请期待。尤其家里呢读小学或读中学的孩子，或阿公阿嬷有读小学或中学的孙子希望大家能够阖家观赏这部上下2集的黑区变亮区纪录片，每一集才24分钟而已这是最好的生命教育看了之后就会觉得没看真的很可惜，我每看都必定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下周能够一起来观赏这2部下周跟下周我们都能够观赏这2部的这个影集那今天晚上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